只因意外被一滴金角巨兽血液砸中，已穿越到了斗罗大陆。父亲金玉，平民出身的天才，55级敏攻系战魂王，武魂金翼灵甲鹰；母亲牛云，玉之一族族长牛皋之女，46级防御系战魂宗，武魂版甲巨蜥。这本是不错的穿越开局，可天有不测风云，金风出生没多久，玉之一族便遭到昊天宗抛弃，又恰逢教皇千寻疾身死，武魂殿借机展开疯狂暴舞。动乱之中，金风的父亲不幸身亡，母亲身受重伤，2年后也撒手人寰。亲眼看着母亲离世，年幼的金风立下誓言，一定要为双亲报仇。靠着前世记忆，他从3岁便开始坚持锻炼体魄。玉之一族后院，一声巨响炸开，6岁的金风再度被壮汉震飞，身体在地面拖出一道长痕，烟尘四起。壮汉牛奔神色严肃，眸中满是心疼，正要上前查看，烟尘里的金风已然一个鲤鱼打挺起身，横刀而立。我没事的，舅舅，咱们继续。话音刚落，一名侍从走进院子，朝牛奔躬身行礼后，对金风说道：“小少爷，族长大人请你即刻前往觉醒殿进行武魂觉醒。”金风眼中瞬间泛起期待。穿越6年，终于到了觉醒武魂的时刻。父母皆是天赋出众的魂师，不出意外，他定能觉醒品质不俗的武魂，甚至有机会成为双生武魂。金风内心最向往刀类器武魂，刀是他两世最喜欢的兵器，但结合父母的武魂来看，他觉醒器武魂的概率微乎其微。牛奔拍掉他身上的尘土，走吧，舅舅陪你过去，希望你能觉醒咱们玉之一族的传家宝甲巨蜥。金风瞥了眼身形魁梧的舅舅，轻声道：“舅舅，我大概率会继承父亲的金翼灵甲鹰。”牛奔笑着弹了下他的脑瓜崩，速度快有什么用？防御力和力量才是根本，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你这小子。说笑间，二人抵达玉之一族专属武魂觉醒殿，殿内除了4名同龄孩童，还有75级魂圣族长牛皋、72级魂圣大长老以及3位魂帝长老，这5位便是玉之一族遭武魂殿清算后族中仅存的顶尖战力。见过外公，诸位长老。金风躬身行礼，殿内众人目光纷纷落在他身上，长辈们面露宠溺，几个孩子也热情地朝他招手。待金风一一回应，主位上的牛皋开口：“人都到齐了，开始武魂觉醒。大长老，由你来主持。”大长老应声起身，走到大殿中央的觉醒阵法中，催动武魂附体。低沉的兽吼响起，7枚黄紫黑相间的魂环缓缓升腾，72级魂圣的厚重气息笼罩全场，让几个孩子倍感压抑。大家排好队，依次上前。第一个孩子牛飞走入阵中，顺利觉醒版甲巨蜥，先天魂力6级。大长老高声报出结果，二长老喜笑颜开，牛皋也面露喜色。经历重创的玉之一族急需新鲜血液，6级先天魂力的族人，假以10日便能成为族中中坚。很快，其余4名孩童全部完成觉醒，武魂皆是版甲巨蜥，先天魂力分别为6级、5级、4级，4级整体成绩尚可。小风，轮到你了。金风迈步走入觉醒阵，双拳紧握，心中满是紧张。他清楚自己觉醒兽武魂拥有不俗先天魂力的概率极高，可身为穿越者，身上变数太多，若是觉醒废武魂或是没有魂力，报仇的心愿便再无实现的可能。别紧张，用心去感受自己的武魂。大长老笑着启动阵法，阵法能量涌入体内的瞬间，金风脑海深处沉寂6年的金色液体骤然被激活，光芒大盛。这滴来自金角巨兽的本源血液一分为2，尽数融入他的血脉，剧烈的脱胎换骨之痛席卷全身。金风忍不住低吼出声。与此同时，耀眼的金色流光将他整个人包裹，凝聚成1柄2米高的能量光剑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殿内众人错愕不已。大长老正要上前查看，牛皋猛地厉声喝止：“都别动！在小风出来之前，任何人不得触碰这道光剑。”几位长老立刻围了上来，低声议论。众人能感知到金风生命体征平稳，却从未见过这般武魂觉醒的景象。牛奔忽然开口：“父亲，诸位长老，会不会是武魂发生了变异？”众人眼前一亮，牛皋连连点头，极有可能。大家坐下等候。众人从上午等到夜幕降临，金色光剑依旧没有动静。牛皋见状，让所有人先行休息，自己独自留守，并严令众人严守今日之事，不得对外泄露分毫。大长老望着光剑轻叹，众人心中都忧心不已。金风自3岁起便刻苦修炼，练习刀法，一心变强报仇。若是武魂变异失败，恐怕会遭受巨大打击。此刻的金风意识已经被拉入精神之海，他望着眼前这团如烈日般璀璨、带着浓郁血气的金色液体，认出这便是让自己穿越的金角巨兽本源血。他从未想到，这滴血液会一直潜藏在自己识海，直到武魂觉醒才被激活。一道金色流光从本源血中飞出，融入他的意识，海量的影像知识与传承信息如同洪流，尽数涌入他的脑海。时光飞逝，整整1个月过去。觉醒殿内，牛皋、牛奔与4位长老齐聚一堂，目光死死盯着中央出现细密裂痕的金色光剑。伴随着一声巨响，能量光剑轰然炸开，金风赤着身躯现身，皮肤布满金色纹路。众人的目光随即被他脚下一枚直径1米的黑金色巨蛋吸引，蛋壳上遍布反复流转的金色纹路，如同天然星图。沉稳的心跳声从蛋中不断传出。金风缓缓睁开双眼，暗金色的瞳孔中翻涌着暴虐与深邃。与他对视的众人皆是心头一震，他连忙收敛意象，恢复常态，一脸尴尬的开口：“外公、舅舅，各位长老，能先给我一件衣服吗？”众人哄笑起来。牛皋取出一件长袍递给他，待金风穿戴整齐，大长老连忙发问：“你身体可有不适？”觉醒时化作光剑，异状瞳孔、皮肤纹路，还有这枚兽蛋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没事，之前的异象是武魂变异所致，这枚黑金兽蛋就是我的武魂金角巨兽。金风笑着解释。话音刚落，黑金巨蛋剧烈震动，蛋壳上的纹路光芒暴涨，裂纹如蛛网般蔓延。伴随着碎裂声响，一道附着漆黑鳞甲、利爪森寒的兽爪率先探出。片刻后，一头半米多长的怪兽破壳而出，四肢粗壮，通体黑鳞，背生双翼，头顶独角，尾如刀锋，模样狰狞可怖。金角巨兽先是朝金风低吼一声，随后无视众人，低头啃食散落的蛋壳。每吞下一块蛋壳，它的体型便随之增长，很快长到1米多长，双翼展开，宽度超1米2，周身金色纹路尽数亮起，纹路终点汇聚于头顶金角，舒展
身躯后，金角巨兽发出一声兴奋的咆哮，随即冲到金风身旁，用独角亲昵地蹭着他。牛皋久久回神，感慨道：“原来是罕见的离体武魂，难怪会以兽蛋的形态完成变异。这武魂模样奇特，大陆上从未见过，融合了你父母武魂的特征，只是外形太过狰狞。”大长老取出测魂力的水晶球递给金风，来检测一下先天魂力。金风将手放在水晶球上，球体瞬间被极致的光芒填满，先天满魂力，众人再也无法保持镇定，激动不已。玉之一族自被昊天宗抛弃，遭武魂殿打压后，一直苟居在龙星城，受尽委屈。如今族中诞生一名先天满魂力的天才，便是族群崛起的希望。只要顺利成长，金风未来必定能成就封号斗罗，届时玉之一族便能洗刷屈辱，直面仇敌。平复心绪后，牛皋说道：“武魂刚刚觉醒，你先休息一晚，明日我带你去猎杀魂兽，附加第一魂环。”金风却摇了摇头：“外公，我想延后一段时间再吸收第一魂环。”众人满脸不解。魂师突破10级后，无不急于获取第一魂环。牛皋追问缘由，金风摸了摸身旁的金角巨兽：“我的离体武魂和寻常不同，咱们族中存有不少金属矿石吧？取几块来，我演示一下他的天赋。”牛皋当即取出几块赤色金属块，金角巨兽眼睛一亮，得到许可后，展翅飞上前，几口就将金属块嚼碎吞下。众人目瞪口呆。金风解释道：“吞噬金属是金角巨兽的能力之一，它可以靠吞噬矿石强化自身，增长体型。方才吞噬完金属，它的体型又变大了1分。”众人震惊不已，这等能力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。除此之外，它还能和普通兽武魂一样附体战斗。金风一声令下，金角巨兽化作金光融入他体内。刹那间，金风身形拔高，面部浮现金色纹路，瞳孔转为暗金色，头顶生出金角，双手化为锋利兽爪，体表覆盖带金色纹路的黑鳞。他手中还多出一柄黑金长刀，刀身布满鎏金纹路，刀刃寒光凛冽，凶煞之气扑面而来。仅10级魂力的金风，武魂附体后散发的压迫感，让在场几位魂圣、魂帝都心生忌惮。这是高阶血脉带来的天然威压。牛皋迟疑问道：“这柄长刀难道是你的第2武魂？”并不是。金风摇头：“我只有金角巨兽这一个武魂，长刀是它的尾巴幻化而成。武魂附体时，它可以自由切换形态，而且金角巨兽吞噬金属积累的能量，会分出一半反哺我的肉身，潜移默化强化体质，还能提升我承受魂环的年限。一连串逆天的能力，让众人瞠目结舌。”牛皋恍然大悟：“所以你推迟吸收魂环，是想继续吞噬金属，强化肉身，冲击更高年限的第一魂环？”“没错。”金风点头。“武魂变异的这1个月，我的肉身已经得到大幅强化，足以承受900年左右的魂环。既然有机会突破常规，我自然要试一试。”牛皋上前仔细探查他的体魄，随即对众人说道：“小风的肉身强度不输寻常25级魂尊，吸收900年魂环稳稳妥妥。”殿内一片欢腾，众人都为这前所未有的1000年第一环感到振奋。牛皋神色陡然凝重，金角巨兽武魂太过特殊，能力逆天，一旦消息外泄，必然引来各大势力觊觎，武魂殿更是会不惜一切代价铲除他。从今日起，此事必须严格保密，直到小风拥有足够的自保能力，我等明白，绝不会泄露半个字。几位长老齐声应下。牛皋又取出一枚蓝金色储物魂导戒指递给金风：“这是你母亲生前的物件，内部5立方米空间，你多取些金属存放在里面，不必每日往返仓库。”接过戒指，母亲临终的模样浮现在眼前。金风眼中寒光乍现：“外公放心，父母和族人的仇，昊天宗与武魂殿，我迟早都会一一清算。外公相信你。”牛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带着他前往家族仓库收集金属矿石。夜幕降临，金角巨兽趴在房间地面，周身金光流转，专心炼化白天吞噬的金属。金风躺在床上，望着夜空明月，梳理着脑海中的传承记忆。这滴金角巨兽本源血是一头濒死的成年金角巨兽所留，里面承载着他一生的见闻，以及整个族群的全部传承。这滴血液在宇宙中漂泊亿万年，能量早已损耗殆尽。穿越斗罗大陆后，剩余能量不足巅峰时期的1/1000，但对金风而言，传承记忆远比纯粹的能量更加珍贵。传承中包含兽神秘典、主攻法以及3000余种秘法，分为3大天赋秘法、18种特殊秘法、3199种普通秘法。3大天赋秘法分别为吞噬、强化、分身。目前他仅解锁了吞噬，依靠吞噬能力，金角巨兽可以吞噬金属、能量宝物甚至血肉来进化。为了不被当成邪魂师，金风只对外宣称其能吞噬金属、强化、分身2大秘法，则需要等到40级、70级才能解锁。18种特殊秘法里，本尊天地可自由改变体型，增幅战力；撕天裂地是威力极强的近战秘法。普通秘法中，绝对空间是顶级空间身法，千变万化则擅长伪装隐匿。这些秘法放在斗罗大陆，足以让他同阶无敌。不仅如此，每当他突破一个大境界，本源血便会分出一部分融入他的身体，提升生命基因、肉身强度与武魂战力。待到整滴本源血完全吸收，他便相当于拥有了金角巨兽的完整血脉，日后还能依靠血液施展分身之术。如今他的金角巨兽武魂和真正的星空巨兽差距极大，体内空间仅有1立方米，体型、战力都尚弱，但有源源不断的金属攻其吞噬净化。假以时日，这头武魂形态的金角巨兽也能成长到吞星噬雨的地步。连日接受传承让他精神疲惫，理清未来的修炼方向后，金风便闭眼沉沉睡去。7天转瞬而过，这7天里，金角巨兽不间断吞噬炼化金属，体型长到1.5米，双翼展开近2米，山洞间劲风呼啸，依靠武魂的能量反哺，金风的肉身强度已然比肩3皇魂尊，完全具备吸收1000年魂环的条件。第8日清晨，牛皋、牛奔与4位长老齐聚族长大殿。牛皋看向金风，沉声说道：“你的成长我们都看在眼里，吸收1000年魂环不仅需要强悍肉身，更要有坚定意志与抗压能力。接下来我会释放魂力威压考验你，寻常魂师能承受自身2/3等级的威压便算合格，持平已是天才。我先从10级威压开始，你若能撑住20级威压，便足以稳妥吸收1000年魂环。我们即刻动身前往星斗大森林，我准备
准备好了，外公。牛皋催动板甲巨蜥武魂附体，7枚魂环升起，75级魂圣的魂力威压朝着金风笼罩而去。初次承压，金风身形微微一晃，很快便稳住姿态，面不改色。两世为人的阅历，加上本源血的脱胎换骨，10级威压对他毫无影响。牛皋逐步提升威压等级，11级、12级，直至15级。金风依旧神色平静，威压攀升到18级。20级时，他脸颊泛红，眉头紧锁，双拳紧握，明显感受到了压力，但远未到极限。一旁的金角巨兽站起身，凶眸紧盯牛皋，摆出随时护主的姿态。牛奔与几位长老惊骇不已，就算是30级魂尊面对魂圣释放的20级威压，也很难做到这般从容。现在已是20级威压，还要继续吗？牛皋开口询问。继续，我想看看自己的极限。牛皋不再保留，威压继续上涨，21级、22级、23级、24级，待到25级威压落下，金风如同被大山压住，双腿不停颤抖，忍不住发出一声低吼。吼声响起的瞬间，金角巨兽化作金光融入他体内，武魂附体开启，离体武魂的力量抵消了大半威压，最终年仅6岁10级魂力的金风硬生生扛住了魂圣释放的30级魂力威压，超出自身境界3倍，创下斗罗大陆前所未有的纪录。牛皋当即解除武魂附体，威压瞬间消散，金风浑身脱力，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息。众人连忙上前查看，确认他身体无碍后，纷纷惊叹不已。单凭肉身就扛到20级，武魂附体后更是顶住30级威压，意志力世间罕见。以他的体质和心性，吸收1500魂环都没问题。别冒进，1200年是最稳妥的选择。牛皋压下众人的议论，脸上满是欣慰。所有考验全部通过，收拾一番，我们现在就出发，前往星斗大森林，为你猎杀第1魂环。待会我便带金风前往星斗大森林猎杀第1魂环。我们离开期间，众人切勿懈怠。牛奔留守龙星城收集金属矿石，各位长老前往周边城池采购物资，切记少量多次，避免引来外人与武魂殿的注意。听完安排，大长老等人纷纷应下。放心，我们知晓分寸，族内运转所需资金之外，其余钱款都会全部用来收购金属，全力供给金风修炼。金风的武魂拥有吞噬成长的能力，家族还承接周边城池防御工事、魂师家族驻地翻新等工程，保障稳定收入。玉之一族所有长老都倾力培养金风，众人都清楚他天赋出众，潜力巨大，眼下的投入远不及他未来能带给族群的回报。族中早已定下规矩，任何人都不得阻碍对金风的培养，违者便是全族之敌。安排好族中事务，金风与牛皋登上马车，向着龙星城外疾驰。龙星城地处星罗帝国北部，毗邻天斗星罗两大帝国交界，距离星斗大森林最近，两国分界线距此仅200公里。马车全速赶路，二人当晚便抵达森林入口旁的小镇休整。次日清晨，金风跟随牛皋踏入星斗大森林，作为斗罗大陆规模最大、底蕴最深的魂兽聚集地，这里古木参天，粗壮树干需树人合抱，浓密树冠遮蔽天光，阳光仅能从枝叶缝隙洒落。森林大半区域常年昏暗，地面遍布沼泽、腐叶与魂兽残骸，林间灵气浓郁，沁人心脾。二人催动武魂向森林深处行进，沿途魂兽实力逐步提升，环境也愈发凶险，藤蔓交错，毒虫猛兽潜伏暗处，却没有一头魂兽敢上前挑衅。金风很快发现，并非身旁魂圣境界的牛皋震慑群兽，而是他自身与离体的金角巨兽武魂散发出高等种族的血脉威压，逼退了普通魂兽，直至进入千年魂兽活动区域，魂兽避让的迹象才有所减弱。金风暗自庆幸，若千年魂兽也尽数退避，自己便只能依靠外公出手猎杀魂环。一路仔细挑选，临近傍晚，金风选定了一头契合自身的千年魂兽，1500年左右的黄金蟒。这条黄金蟒体长9米，盘踞在古树之上，蟒头狰狞，不断吞吐杏子，始终保持警戒。黄金蟒是蛇类魂兽中的顶尖血脉，力量防御与爆发力兼备，本就在金风第1魂环的备选名单之中。小风确定选他了。牛皋开口问道：“这2日你的武魂吞噬了不少金属，体质有所增强，但1500年的魂环年限依旧偏高。外公我没问题。”金风语气笃定，神色自信。见他心意已决，牛皋不再劝阻，当即催动板甲巨蜥武魂附体，2黄2紫3黑7枚魂环环绕周身，气势凛然地走向黄金蟒。玉之一族的板甲巨蜥以防御见长，攻击力并非强项，但身为7环魂圣，制服一头千年黄金蟒轻而易举。片刻后，重伤的黄金蟒被拖至金风面前，庞大的身躯砸在地面，引得地面微微震颤。金风不再迟疑，心念一动，金角巨兽武魂出击，一爪击碎黄金蟒头颅，魂兽陨落，一枚绚丽的紫色千年魂环缓缓浮现。按照离体武魂的常规方式，金风本打算让金角巨兽自行吸收魂环进化，可魂环刚接触武魂便被弹开，金角巨兽随即传递意念，这枚魂环必须由金风本体吸收。短暂愣神后，金风坦然接受，他的武魂特殊，可自由切换离体与附体形态，自然不能套用普通离体武魂的修炼方式。他就地盘膝而坐，运转魂力牵引魂环入体，狂暴的能量瞬间席卷四肢百骸，冲刷着血肉，筋骨与经脉剧烈的痛感扑面而来。好在金风肉身强悍，意志坚定，稳稳扛过最凶险的阶段，体内能量逐渐平稳，吸收顺利进行。另一边，金角巨兽走到黄金蟒尸体旁吞噬血肉，随着血肉不断被炼化，他体表金色纹路愈发鲜亮，体型与力量都在飞速增长。一旁护法的牛皋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看向金风的目光多了几分凝重与期待。一夜转瞬即逝，次日上午，彻夜守在一旁戒备的牛皋见金风完成魂环吸收，缓缓睁开了双眼。金风起身，脚下升起一枚醒目的紫色魂环，看着外孙成功吸收千年魂环，牛皋连日的疲惫一扫而空，放声大笑，哈哈哈！千年第1魂环，小风，你当真改写了大陆记载？如今魂力达到几级？这枚魂环赋予了你什么魂技？金风笑着回道：外公，吸收1500年魂环后，我目前只有12级魂力，但这枚魂环让我觉醒了2个魂技，金角巨兽无论离体还是附体都可以正常使用。听闻魂力仅有12级，牛皋微微皱眉，在他看来，吸收千年魂环
魂力至少也该达到13、14级、12级的结果出人意料。可当听到一魂双技时，他彻底愣住，满脸难以置信。一个魂环诞生2个魂技，大陆自古相传，只有10万年红色魂环才有概率出现双魂技，普通千年魂环绝无可能。金风没有过多解释，决定当场演示。心念一动，体长2米的金角巨兽化作金光融入体内，武魂附体瞬间完成。完成兽化的金风手握由金角巨兽尾巴幻化而成的黑金长刀，体内力量澎湃。第一魂技金灵护体，第一魂技金光斩。他轻喝出声，点亮脚下紫色魂环，体表迅速附上黑金鳞片，鳞面金色纹路亮起，构筑出厚实的能量屏障。同时，手中长刀迸发耀眼金光，一道凌厉刀气呼啸而出，劲风扑面，径直斩断一棵3人合抱的古树，古树轰然倒地，巨响在林间久久回荡。牛高这才回过神，外公，这下您相信了吧？金风笑道，金灵护体是防御魂技，能强化我或是离体金角巨兽的鳞片，构筑防御屏障，基础防御力提升100%，还可削弱5成元素类魂技伤害，持续1小时。金光斩为攻击魂技，凝聚金元素魂力释放刀气，蓄力越久，威力越强。牛高倒吸一口凉气，魂力虽比预期低了2级，但额外多出一门强力攻击魂技，已是天大机缘。魂力可以慢慢修炼，魂技却由魂环注定，可遇不可求。小风，你总能不断创造奇迹，离体武魂吞噬金属，6岁冲击千年魂环，如今更是一魂双技，旁人眼中的不可能，在你身上一一实现。金风解除武魂附体，放出金角巨兽，面露笑意，谁让我是天才，本就该与众不同，你这臭小子！牛高无奈笑骂，随即神色一正，郑重叮嘱，往后在外人面前不要让武魂吞噬魂兽血肉，行事务必低调。金风心领神会，他清楚外公已然察觉到金角巨兽的特殊，二人对此心照不宣。牛高望着体型持续壮大，身高已然超过金风的金角巨兽，眉头微蹙，你的武魂体型偏大，第一魂环又是醒目的紫色，外出历练太过惹眼，就算只用附体形态战斗，千年第一魂环也极易引人窥探。若是家族实力更强，我们也不必如此小心翼翼。听出外公言语间的自责，金风连忙摆手，外公不必如此，家族待我恩重如山，武魂体型与魂环外观的问题，我自有办法解决。哦，你有对策？牛高面露疑惑。金风确认四周无人，凑到他耳边低声说道，外公，我的金角巨兽是神赐武魂，觉醒之时，神灵不仅将其变异，还留下诸多传承秘法，其中就有隐匿武魂体型、伪装魂环外观的手段。得知真相，牛高瞳孔骤缩。玉之一族昔日依附昊天宗，他早已听闻百级神境的传说，从前只当神明是虚无传说，万万没想到外孙竟是神灵传承者。结合金风一路以来的逆天表现，所有疑点尽数解开。想到外孙未来有望踏足神位，牛高激动的身躯微颤，许久才平复心绪。金风并不意外，他的传承来自星空之中的金角巨兽神灵，并非斗罗神界。待牛高冷静下来，他郑重叮嘱外公，神灵传承事关重大，这件事只能你我知晓，万万不可对外泄露。放心，外公必定守口如瓶。牛高重重点头，抬眼看向天色，魂环已经顺利获取，接下来你想在森林历练几日，还是直接返程？金风稍作思索，储物魂导器里的金属还够金角巨兽使用1周，他实战经验匮乏，我们就在这片区域历练7日，之后再返回家族。可以。牛高应允。历练途中若非遭遇生死危机，我不会出手。接下来7日受血脉威压限制，金风只能在千年魂兽区域活动，牛高则在暗中全程守护。历练前2日，诞生不足半月的金角巨兽屡屡受挫，即便他吞噬了大量金属与黄金蟒血肉，综合实力也仅相当于6、700年魂兽，再加上毫无厮杀经验，面对战斗老练的千年魂兽，多次落败，被追得四处逃窜。但金角巨兽天赋顶尖，在一次次生死搏杀中飞速成长，闪避愈发灵活，伤势不断减少，战斗技巧日新月异，利爪、尖牙、身躯、长尾与羽翼都运用得得心应手。到第5天，他已经能独自斩杀一头1100年的金刚狮，随后吞噬魂兽尸体继续变强。短短5天，从被千年魂兽追杀到独立猎杀同级魂兽，这般蜕变让暗中观察的牛高惊叹不已。7日历练结束，储物魂导器内的金属矿石也被彻底吞噬。此时的金角巨兽体长3.5米，翼展4米，周身萦绕浓郁的杀伐气息，加上与生俱来的血脉威压，附近实力偏弱的千年魂兽都不敢轻易靠近。二人收拾妥当，准备离开星斗大森林。就在这时，密林深处传来兽吼与打斗声。金风来了兴致，祖孙二人对视一眼，一同朝着声源疾驰而去。抵达战场，地面狼藉一片，血迹遍地，到处都是战斗留下的坑洼、碎石与残尸，浓重的血腥味弥漫在空气里。10几名身受重伤的魂师被20多头2000年至4000年的魂兽围困，苦苦支撑。牛高扫过人群，认出了白虎与幽冥灵猫武魂，低声道：“是星罗帝国皇室之人。”这般年纪已是3环魂尊，身旁还有幽冥灵猫武魂的皇族成员，护卫却仅有4环魂宗。他们为何会深入这片险地？外公，他们快撑不住了。金风提醒道。牛高立刻抬手，为金风附上一层魂力护盾，遮蔽二人气息。你留在此地，不要走动，我前去相助。话音落下，犀牛嘶吼响起，牛高再次催动板甲巨蜥武魂，7枚魂环光芒流转，他猛地跺脚，第3魂技撼地之阵发动，无形震荡波扩散开来，大地剧烈震颤，围攻的魂兽站立不稳，进攻节奏彻底被打乱。皇室众人抓住机会合力突围，很快与牛高会合，有75级魂圣坐镇，局势瞬间逆转，众人联手斩杀半数魂兽，剩余魂兽见势不妙，四散奔逃，双方都没有追击。危机解除后，一名金发青年上前对着牛高拱手行礼，在下星罗帝国大皇子戴维斯，多谢前辈出手相救。前辈武魂是板甲巨蜥，想必是单属性4大家族中玉之一族的高人，老夫牛高，现任玉之一族族长。牛高淡然回应。戴维斯眼中闪过惊喜，笑道：“久闻玉之一族威名，我本打算日后前往龙星城登门拜访，没想到再次偶遇，还得前辈搭救，缘分匪浅。此番出行仓促，未备厚礼，待我返回皇城，
必定亲自登门答谢。魂师本就该守望相助，举手之劳不必挂在心上。牛皋摆了摆手，日后若是前来做客，预知一族随时欢迎，礼物就不必了。对了，大皇子为何会深入星斗大森林，引来大批千年魂兽围攻？戴维斯随即解释，我们此行是为族中后辈猎杀第3、第4魂环，同时磨练战力。原本队伍有一位63级魂帝，2名魂王以及大批护卫，足以在千年魂兽区域自保。昨日我们猎杀4000年金刚虎杀时，2头发狂的万年狂暴魔熊突然杀出，为掩护众人撤离，魂帝与1名魂王带着半数护卫引开魔熊，另1名魂王护送我们撤退。不料万年魂兽发狂，引发整片区域的千年魂兽集体暴动，断后的魂王不幸陨落，我们也被困至此。直到前辈赶来。牛皋听罢，感慨一行人运气不佳。不多时，数名衣衫破损、气息紊乱的魂师匆匆赶来。为首的魂帝看到现场惨状，快步走到戴维斯身前，单膝跪地：“属下救驾来迟，请殿下恕罪，无妨你们已经尽力了。”戴维斯扶起对方，并未追责。牛皋记挂着不远处的金风，开口告辞：“危机已解，老夫还有要事，先行一步，前辈慢走，改日我必定登门拜访。”戴维斯拱手道别。牛皋转身走入密林，消失在众人视野中。待他走远，朱竹云缓步走出，看向戴维斯问道：“你对这位预知一族族长格外客气，是打算招揽他们？”戴维斯嘴角扬起笑意，的确有这个想法。预知一族6年前脱离昊天宗，又遭武魂殿打压，实力不及巅峰半数，却依旧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。他们的板甲巨蜥武魂防御冠绝大陆，修筑堡垒要塞的能力更是无人能及。若能将其收入麾下，对我争夺储君之位，稳固帝国势力大有裨益。此前他们闭门休养生息，我们一直没有接触的机会，如今有救命之恩作为契机，我自然不会错过。预知一族如今受武魂殿打压，处境艰难，确实急需星罗帝国这样的靠山。朱竹云说道。戴维斯看向身旁魂帝，下令道：“回去之后立刻查清预知一族当下的需求，若是缺资金，就为他们安排龙星城周边利润丰厚的工程；若是缺少修炼资源，便送上星罗皇家学院的入学名额，务必拿出十足诚意，让他们无法拒绝。”魂帝领命退下。戴维斯望向牛皋离去的方向，握拳轻笑：“志在必得。”另一边，牛皋回到金风身边，二人一同向森林外走去。金风开口问道：“外公，你方才主动出手，是有意结交星罗皇室？”“没错。”牛皋直言：“我本想借此机会搭上星罗皇室，为你换取更多金属资源，没想到对方竟是大皇子戴维斯。他的心思我看得明白，意在招揽预知一族，壮大自身势力。换作平日，我们不愿卷入皇室储君之争，但如今形势不同，你是家族的希望，成长需要海量资源，也需要能够抗衡武魂殿的靠山。坐拥重兵与更新城这座金属重镇的星罗帝国，恰好符合我们的需求。等戴维斯登门拜访，我会与他商谈合作，各取所需。”金风心中了然，他清楚外公的决定全是为了给自己营造安稳的成长环境。他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尽快变强，回报家族栽培。脑海中不断浮现兽神秘典的功法与传承记忆，他忽然想到，不必等到实力大成再回馈族人，只要将兽神秘典第1层功法改良，降低修炼门槛，就能打造出一门顶尖功法，供全族修炼。这个想法让他归心似箭，恨不得立刻返回龙星城着手研究。就在这时，体内的金角巨兽武魂突然躁动起来，不断传递讯息。金风心念一动，3米多长的金角巨兽现身而出，他仔细感知四方气息，对着金风低吼2声，随即匍匐在地，右翅指向正北，左翅轻触地面。他这是何意？牛皋满脸疑惑。金风读懂了他的意图，眼中闪过惊喜，踩着左翼坐了上去。外公，快上来！金角感知到北方有特殊金属气息，要带我们过去。牛皋看着金角巨兽庞大的身躯，笑道：“我身形笨重，怕是拖累速度，你们先行我徒步跟上就好。”金风忍笑说道：“外公还是上来吧。他说你的速度太慢了，呵，这小家伙还敢嫌弃我。”牛皋笑骂一声，翻身坐上兽背，我倒要看看他能跑得多快。话音刚落，金角巨兽猛地起身，化作一道金色闪电，朝着北方疾驰。狂风扑面，两侧景物飞速倒退。素来不善速度的牛皋也不由得惊叹这极致的速度。片刻后，二人抵达目的地，眼前立着一块3米多高的银黑色巨石，外表平平无奇。牛皋绕着石头观察一圈，面露疑惑，这就是他所说的特殊金属，看着只是一块普通石头。金风走上前，手掌贴在石面上，催动金角巨兽血脉之力探查。片刻后，他面露喜色：“外公，这是天外陨石，外层只是伪装，内部含有87%的星辰秘银。此物对金角巨兽的成长助力极大，其中的星辰之力还能增幅我的精神力。”牛皋依旧心存疑虑，若是天外陨石坠落，必然会留下痕迹，可这块石头只是浅浅嵌在地面，倒像是被人特意放置在此。说话间，他察觉到异样，连忙招手：“小风，快过来，这里有情况。”金风快步上前，只见陨石后方靠着一名陷入昏迷的银发小女孩，女孩约莫6岁，容貌精致，脸色苍白，脖颈间挂着一根黑绳吊坠。当靠近女孩2米范围时，金风后背骤然一凉，浑身肌肉紧绷，体内金角巨兽的血脉疯狂示警，他生出一种被顶级凶兽盯上的强烈危机感。他警惕地扫视四周虚空，却一无所获。这片区域异常诡异，密林本该虫鸣兽吼不断，此处却死寂一片。陨石周围地面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脚印，结合陨石的摆放形态，不难判断，陨石与小女孩都是有人以魂力小心翼翼安置在此。与此同时，牛皋将魂力探入小女孩体内探查，脸色瞬间沉下，语气满是气愤：“这孩子体质孱弱到了极点，本源严重受损，若不是体内还有一丝魂力勉强维系，身体早已垮掉。究竟是什么人竟将一名6岁幼童独自丢弃在危机四伏的星斗大森林之中，只因意外被一滴金角巨兽血液砸中，已穿越到了斗罗大陆。父亲金玉，平民出身的天才，55级敏攻系战魂王，武魂金翼灵甲鹰；母亲牛云，预知一族族长牛皋之女，46级防御系战魂宗，武魂板甲巨蜥。这本是不错的穿越开局，可天有不测风云，金风出生没多久，预知一族便遭到昊天宗抛弃，又恰逢教皇千寻疾身死，武魂殿借机展开疯狂报复。动乱之中，金风
的父亲不幸身亡，母亲身受重伤，2年后也撒手人寰。亲眼看着母亲离世，年幼的金峰立下誓言，一定要为双亲报仇。闻声，结合小女孩银发白，本源受损孤身处在千年魂兽区域，还有先前血脉预警的种种线索，金峰心中对她的身份生出一个大胆猜测。想到此处，他下意识伸手想去碰小女孩颈间的黑色挂绳，想看清衣内藏着的挂坠是否和自己猜想一致。可指尖还未碰到挂坠，一道细碎呢喃响起，银发小女孩骤然睁眼，一双眼眸澄澈如紫水晶，配色格外好看。金峰身在半空的手瞬间僵住，还没来得及收回，刚苏醒的女孩鼻尖微动，双眼骤然发亮，像撞见稀世珍宝般扑过来抱住他的手臂，一双大眼直直望着金峰，语气满是欢喜：“小哥哥，你身上的气息好舒服，好温暖，我特别喜欢。”突如其来的举动让金峰当场愣住，一脸茫然。一旁的牛皋见此，脸上浮出温和笑意，只觉得2个小家伙格外相配。见女孩死死抱着金峰不肯松手，牛皋递去一个示意的眼神，笑着轻声发问：“小姑娘，你怎么独自待在这么危险的星斗深处？你的父母在哪？”女孩望着身形魁梧、面容粗犷的牛皋，下意识缩起脖子躲到金峰身后。牛皋见状脸色一黑，暗自腹诽自己不过长相硬朗，不至于这般吓人。转瞬他又重新摆出温和笑脸，女孩察觉他并无恶意，才怯生生探出头，满脸茫然：“我不记得了，那你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吗？”牛皋微微蹙眉追问，女孩轻轻摇头，片刻仰头沉思，忽然开口：“梦里好像有人提起过我们一族。”听到这话，金峰心中已然确定，眼前根本不是失忆迷路的普通女孩，正是斗罗大陆魂兽共主银龙王古月娜。也难怪整片区域不见一头魂兽，飞鸟虫豹全都避之不及，有这尊远古帝皇存在在此，魂兽根本不敢靠近。金峰心中存有诸多疑惑，原著中银龙王本该2万年后才彻底修复伤势苏醒，如今却提前现身，但他能肯定对方是主动寻来自己。先前古月娜直言喜欢他身上的温暖气息，定然是自己体内的金角巨兽血脉吸引了他。他暗自推测，金角巨兽的血脉可以加速古月娜伤势恢复，所以他才不顾修罗神留下的重创，强行化为人形，以记忆残缺、身体虚弱的孩童模样来到自己身边。至于暗中布置一切，将他送到此处暗中守护的人，金峰心中已有答案，只是还需印证。心念一转，他看向紧紧挽着自己手臂的古月娜，柔声开口：“小娜，我看见你脖子上挂着饰品，能不能取出来让我看看？说不定上面有和你亲人相关的线索。”古月娜对金峰全然信任，没有半点犹豫，松开一只手，将胸口藏着的挂坠取出来递到他眼前。黑色绳线悬挂着一枚通体漆黑的鳞片，表面清晰刻着“古月娜”3个字，正是黑龙逆鳞。看清逆鳞的瞬间，金峰心中了然，星斗大森林的兽神金眼黑龙王帝天早已苏醒。从自己和外公踏入星斗的那一刻起，二人全程都在帝天监视之下，所有言行举动尽数被知晓。对方知晓自己武魂能吞噬金属进化，才特意寻来这块天外陨石放置在此。目前来看，帝天并无加害自己的心思，只是刻意制造孤苦无依的场景，勾起他和牛皋的同情心，顺势让二人带走古月娜。金峰又心生疑惑，既然自身血脉对银龙王恢复伤势至关重要，帝天为何不直接将自己掳走，反倒大费周章设下这般局？是嫌自己当前修为低微，还是另有谋划？短暂思索后，金峰决定顺着对方的安排带走古月娜。若是拒绝，难保对方会直接动手将自己囚禁。何况古月娜随身带有帝天的逆鳞护身，他留在自己身边，等同于多了一位半神强者暗中庇护，对玉之一族而言亦是一大助力。反倒是帝天要时刻担忧主上安危。想到这里，金峰唇角微微上扬。既然帝天将魂兽共主送到自己身边，他自然不会推辞，只不知对方日后会不会后悔。思绪落回现实，他看向身侧的古月娜，挂坠上刻着古月娜，这应该就是你的名字。既然你记不起家人，暂且随我们回玉之一族落脚吧。我叫古月娜。女孩轻声呢喃，随即用力点头。你身上气息很温和，一定不是坏人。我跟你们走。牛皋看着外孙不费吹灰之力带回这般样貌出众的小女孩，笑着朝金峰竖起大拇指打去。金峰无视外公的调侃，转头向古月娜介绍：“这位是我外公，玉之一族族长牛皋，我叫金峰，你以后叫我峰哥就好。”“好的，峰哥，你可以叫我小娜。”古月娜乖巧应声，听他甜甜唤自己峰哥，金峰心底暗自感慨，古往今来，恐怕唯有自己能让魂兽共主唤自己一声哥。牛皋将蕴含海量星空秘银的天外陨石收入储物魂导器，随即看向古月娜发问：“小娜，方才我感知到你体内存有魂力，你的武魂是什么？”古月娜歪头思索片刻，抬手凝聚出一条萦绕9色光晕的银色龙形光影，语气不确定：“是这个吗？”银龙武魂现世的瞬间，一枚黄色百年魂环自他脚下缓缓升起，12级魂力气息四散开来，竟是掌控9大元素的顶级银龙武魂600年魂环，12级先天满魂力。牛皋倒吸一口凉气，万万没想到在星斗偶遇的6岁孩童，天赋竟如此恐怖。他心底生出一丝顾虑，能养育出这般天才的势力绝非寻常。二人贸然带走失忆的古月娜，若是引发误会，恐会给玉之一族招来祸端。金峰看穿外公的担忧，蹲下身，在地面写下玉字，又勾勒出犀牛图案。牛皋一拍手掌，恍然大悟：“还是你考虑周全，留下标记，就算他族人寻来，也能明白我们并无恶意，事已办妥。”我们动身返回族地，族内你舅舅和几位长老得知此番经历，定然会大为震惊。金峰、古月娜、牛皋三人离开许久后，一道黑袍魁梧身影自虚空缓步走出，望着地面残留的字迹与犀牛纹路低声自语，仅凭体内微薄血脉，便能让主上不顾重伤提前出关，还能布下这般局面。区区一环魂师，竟能察觉本王暗中窥探，
此子本体武魂更是举世罕见，可吞噬金属血肉完成进化，亦能武魂附体作战，成长速度无人能及，翻越神界古籍，从未见过与之匹配的神兽或神灵。他口中的神灵传承，想来是用来遮掩体内特殊兽族血脉的说辞。金风真是个有趣的人类，只盼主上伴在你身侧，能加速愈合本源伤势，待到主上恢复记忆，突破桎梏之日，你我自会相见。希望那时你体内的神秘血脉能带给本王足够的惊喜。话音落下，黑袍身影瞬间消散，狂风席卷这片林地，风沙彻底掩埋地面的字迹与图案。另一边，在牛皋带领下，三人很快走出星斗大森林，乘马车疾驰赶回玉之一族。金风归来的消息迅速传开，四大长老与舅舅牛奔齐聚族长大殿，众人进门，一眼便看见紧紧挽着金风手臂的银发少女，纷纷面露疑惑，目光不断在二人与牛皋之间流转，暗自好奇进山猎杀第一魂环怎会带回一个长相精致的小姑娘。牛皋将星斗森林内全部经历娓娓道来，话音刚落，殿内此起彼伏响起惊呼声。1500年黄金蟒竟给金风提供2枚魂环，离体武魂、武魂附体2种形态均可使用。金角巨兽武魂仅5日便能独自猎杀千年魂兽。族长还救下星罗帝国大皇子戴维斯，对方日后会专程登门道谢。这小姑娘6岁，12级先天满魂力，武魂还是顶级兽武魂银龙，偏偏记忆残缺，与亲人失散。震惊过后，牛奔挤眉弄眼看向金风调侃：“你小子年纪不大，倒是早早结识小姑娘。”金风没有过多辩解，迎着长老们戏谑的目光看向牛皋：“外公，让人在我隔壁收拾一间房间给小娜住。”话语尚未说完，古月娜忽然抬手捂住他的嘴，眼神坚定看向牛皋：“外公，我不要住隔壁，我要和峰哥一间房睡觉。”金风瞳孔骤缩，连忙拿开他的手，神色严肃劝导：“小娜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只能住隔壁。”见他态度强硬，古月娜紫水晶般的眼眸瞬间蓄满泪水，眼眶通红：“峰哥，你是不是讨厌我？”金风素来见不得人落泪，连忙向牛皋投去求助的目光。牛皋强压笑意，直接拍板定论：“2个小孩子心思单纯，同住一室无妨，我让人在你房内再加1张床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”泪水瞬间从古月娜眼底褪去，她满脸欣喜道谢：“多谢外公，大局已定。”金风只能妥协，动身回房前。他忽然想起一事，对牛皋说道：“外公，能否给我一份玉之一族的专属冥想法？3个月之内，我会给整个家族一份惊喜。”牛皋闻言微微愣住，先前金风曾提起自己得到神灵传承，他本以为对方用不上族内冥想法，稍一思索，结合金风所要功法，许诺大礼的话语，他眼中闪过亮色，立刻取出功法卷轴递给金风：“尽管拿去，我们所有人都等着你的惊喜。”面对外公与诸位长老满怀期待的视线，金风淡淡一笑：“放心，绝不会让家族失望。”随后，金风带着古月娜走遍族地各处，带她熟悉环境，二人一同返回居所。屋内早已按照牛皋的安排改造完毕，原本的单人大床旁增设一张小床，空地还摆放着那尊从星斗带回3米多高的天外陨石，若是房间狭小，根本无法容纳。金风召唤出金角巨兽武魂，让巨兽趴伏在布满星空密银的陨石上，缓慢啃食炼化。星空密银能够淬炼巨兽肉身，陨石内充盈的星辰之力则滋养精神力，只是陨石蕴含能量太过庞大，以当前金角巨兽的消化速度，完全炼化至少需要2-3个月。安顿好武魂，金风指向一旁小床：“赶路许久，你应当累了，先休息一会。”古月娜精神十足的摇头：“我不累，我想陪着峰哥一起修炼。”金风眉梢微挑，带着几分玩味发问：“你记忆尽失，还记得如何修炼吗？”“不记得修炼的方法。”古月娜轻轻摇头，随即解释：“但只要待在你3米范围内，我体内的魂力就会自行运转，离你越近，流转速度越快。若是肢体相处，魂力运转直接翻倍，浑身暖意融融，十分舒服。这应该就是你们说的修炼吧？”金风闻言不禁抽动嘴角，没想到自己竟成了银龙王专属修炼增益。金角巨兽散逸的血脉气息，既能加速他修复本源重伤，还能全自动催生魂力，也难怪他一直黏着自己不肯分开。若是换做旁人有这般条件，恐怕一刻都不愿远离。他抛开杂乱思绪，指向墙边书架，那边摆放许多魂兽图鉴，看图便能看懂内容。既然你不困倦，先看书消遣，我要研读冥想法。好，古月娜乖巧应声，从书架取下图鉴，安静坐在金风身侧翻看。金风铺开玉之一族冥想法卷轴，通读梳理，理清全部脉络后，盘膝坐在床榻，意识沉入精神之海。精神之海内，除了金角巨兽本源精血，多出一团紫黑色能量。这团能量源自吞噬千年黄金蟒后凝聚，最初仅有弹珠大小，随着猎杀千年魂兽数量增多，色泽愈发浓郁。金风暂时不清楚它的用途，只隐约感知，需突破4环，觉醒天赋神通完成强化后，才能动用这团能量。收回视线，金风专心推演功法，将自身兽神秘典第一层弱化改良，融合斗罗大陆通用冥想法，打造一套适配玉之一族全族修炼的功法。他沉浸推演之际，古月娜放下图鉴，轻步走到床边，静静坐在他身侧看书，全程没有出声打扰。日月轮转，次日清晨，金风结束修炼，睁开双眼，身旁小床上躺着熟睡的银发少女，手中仍攥着昨日翻看的魂兽图鉴，睡颜柔和，嘴角噙着浅浅笑意。金风无奈摇头，轻轻抽走他手中图鉴，盖好被褥，转身出门。他早已规划好完整的修行日程，周一至周六上午轮流跟随牛皋、牛奔与4大长老进行2小时实战对抗，同步学习魂师理论。下午主修本尊天地千变万化2道秘法，用来自由调控金角巨兽体型与魂环色泽。夜晚对半分配时间，一半修炼兽神秘典提升自身魂力，一半推演改良家族功法。周末自由活动，劳逸结合。金角巨兽的核心任务则是彻底炼化天外陨石，依靠星辰秘银强化肉身，星辰之力拔高精神上限。按照这份计划，3个月内必然能完成适配全族的改良冥想法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金风严格遵循日程苦修，转瞬3月期满，历经3个月持续炼化，金角巨兽彻底吸收整块天外陨石，体型从3.5米增长至4米，体内空间成倍扩张，反骨之力反哺金风，肉身强
强度大幅提升，精神力更是成倍暴涨。金风自身同样收获颇丰，持续修炼兽神秘典，魂力从12级稳步提升至14级。本尊天地千变万化第一层尽数入门，本尊天地可令金角巨兽体型放大2倍，亦可随意缩小，同时增幅1倍战力。千变万化秘法能够自由改变自身外貌，隐藏扎眼的紫色第一魂环，完美解决武魂外形，魂环色彩过于惹眼的隐患。除此之外，早在1个半月前，金风就完成兽神秘典第一层的初次弱化，创出适配所有兽武魂魂师的兽神经。初代版本修炼速度提升100%，但他认为效果上有提升空间，并未交付家族，持续推演迭代。金风满意点头，该去找外公交付这份惊喜。转头看向一旁安静看书的古月娜，失忆的他这3个月里逐步熟悉斗罗大陆文明，日常最爱坐在自己身边翻阅书籍。他从未刻意打坐修炼，仅凭靠近自己自动运转魂力，3个月同样突破10级，修为与金风持平。同时长久伴在金风身侧，古月娜身体一日好过一日，面色红润，连当初被修罗神王重创的本源伤势，在牛皋的探查下都出现明显好转。金风心中难免疑惑，仅靠血脉散逸的气息，竟能让身负神界重伤的银龙王恢复如此迅速。但他没有过多深究，心知自身实力提升后，所有谜题终会解开。思绪回笼，金风开口：“小娜，我去找外公商议要事，你留在屋内看书，若是想外出，不要走远。”古月娜抬眼甜甜一笑：“好，风哥快去快回，我等你。”离开居所，金风径直前往族长大殿。牛皋、牛奔与4大长老早已等候在此，见他进门，6位长辈立刻围拢上前，长老们满是期待。小风，快说说你筹备3个月的惊喜究竟是什么？金风没有绕弯子，从储物魂岛戒指取出5册不同版本的兽神经，再摆上一瓶泛着金光的血液玉瓶，平铺在桌面，开口解释：“外公、舅舅、各位长老，这套兽神经我结合预知一族冥想法与自身武魂传承功法推演而成，分为5个版本。第1代增幅修炼速度100%，第2代200%，以此递增，最高第5代版本可提升兽武魂魂师5成修炼效率。”此言一出，殿内众人齐齐倒吸冷气，长老们激动难掩。修炼1年抵寻常6年，这般效果太过逆天，你的武魂传承功法竟如此不凡。牛皋注意到桌上盛满金色血液的玉瓶，拿起打开查看，随即疑惑发问：“这瓶血液有什么用处？”“是我的精血。”金风缓缓作答：“兽神经脱胎于我的专属传承功法，仅兽武魂魂师可修炼。初次修炼需吞服1滴我的血液作为媒介，改造自身血脉，才能契合这套功法。融入精血后，还有极大概率让自身兽武魂产生变异进化。外公不妨亲自一试。”牛皋听闻一整瓶都是金风的血液，脸色骤变，正要出言训斥他不知爱惜自身，金风抢先开口安抚：“外公不必动怒，这3个月我每日只取1滴，丝毫不会损伤根基。你亲自尝试过后，便知这套功法的价值。”